男子正驾车来到僻静小路时，意外看见路边一名独自回家的女孩，眼神不自觉看向对方是否穿有丝袜。等确定后，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接着，女孩就被对方拖进麦田绑了起来。随后，在实施一系列暴行后，用丝袜紧紧勒住女孩脖子。就这样，女孩被自己的丝袜活活勒死当场。真正的连环杀人犯李启焕彻底丧心病狂，不仅将知道秘密的弟弟害死，甚至还想对弟媳下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欢迎观看最新悬疑剧《稻草人》第8期。泰柱因为无法接受李启范的死，居然来到石英母亲的葬礼上，当场以非法拘禁和殴打嫌疑人李启范的罪名将石英逮捕。可葬礼上都是政界名流，怎可能任由泰柱带走一名有地位的检察官？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将石英带走。泰柱也因此得罪上级领导。原本石英想凭借葬礼在各级领导面前积攒声望，可泰柱这一行为让他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。石英也开始对泰柱展开报复，不仅逼迫殴打启范的刑警作伪证，还谎称亲眼看见泰柱殴打和虐待启范，为了就是将罪责全部栽赃给泰柱。就这样，监察组仅凭两人的一面之词，便对泰柱下达惩戒通知。泰柱也立刻向上级反映情况，可偏偏负责此事的领导正是石英的哥哥，再加上葬礼当天有不少高官都提出异议，所以才会用这简单的理由让你革职。接着提议让泰柱出去躲避一段时间，等风波过去再回来任职。同时，希万也遭受到和启范一模一样的折磨，同样是那2名黑警对希万进行殴打，不断逼迫希万承认自己就是凶手。而启范的死对顺英的打击更是致命。泰柱忽然发现妹妹最近很不对劲，于是立刻带顺英来到医院进行检查。医生表示，顺英因为无法接受未婚夫的离世，大脑自动将那段记忆给抹除掉了，这才患上短暂的失忆。而那段记忆也许明天就会恢复，也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。医生还特意叮嘱，绝对不能强行刺激顺英恢复记忆，一旦记忆陷入混乱，患者极有可能做出自残行为。泰柱在医院门口等待顺英时，志源驾车来到医院找到泰柱，声称上级将关于启范的事件全部下架。 우리 증거 찾자. 기범이가 갇혀있던 곳이 목욕탕이랬지. 그 목욕탕만 찾으면. 야, 증거 무력화시키고 증인 매수하는 거? 그놈들한테 일도 아니야. 이거 이길 수 있는 싸움이 아니야. 모르겠어? 그놈들이랑 우리는 태생부터 다르다고. 야, 너 내가 알던 강태준 맞아? 어떻게 그딴 소리를 해? 우리가 이대로 포기하면은 억울하게 죽은 기범이는. 야, 그래도 우리가 그 녀석 형 누나인데 아무것도 안 하면 죽은 기범이한테 너무 미안하잖아. 야, 죽인 놈이 뭘 알아? 너 진짜. 殊不知这番话被顺英听得一清二楚。回去的路上，顺英装作若无其事，还让泰柱帮忙去买自己爱吃蛋糕。泰柱并没有怀疑什么驾车离去，可实际上刚才的对话让他记忆彻底恢复。顺英独自来到启范曾经待过的仓库，这一刻，顺英崩溃的痛哭起来。等情绪逐渐平静后，顺英捡起地上的一把尖刀。当泰柱赶回来，发现家里空无一人，地上只留下一把刀和染血的白布。觉察不对劲的泰柱四处寻找妹妹的踪迹，却被赶来的启焕当场拦住，还不给泰柱做出反应，一拳打在脸上。明明真正的杀人凶手是启焕，也是他对弟弟的见死不救，却反过来把一切责任都怪到泰柱头上。最后听说顺英不见了，这才让双方的矛盾暂时放下，一起寻找。最后在看守所里找到顺英，原来在白天，顺英划破手指，用鲜血写下严惩杀人凶手车世英的字迹，并站在监察厅门口讨回公道。当看到石英的出现，直接一巴掌甩了过去，恰巧又被石英的未婚妻撞见，还当场反手扇了顺英。双方都不甘示弱的互扇起来。 네 남자는 고작 뺨 몇 대지만 내 남자는 목숨을 잃었어. 泰柱来到启范生前经营的书店，却发现启焕正在收拾东西。因为启范的死让他们家不想继续留在这里，可在启焕临走前，刻意的来到监狱探望希万，为了就是让希万成为自己的替罪羊，还故意说起范音不认罪，被警察活活打死。如果你再不认错，下场会和启范一样。而那条关键的手帕是启焕故意栽赃的，他曾假借寻找启范的名义来到希万家里，趁人不注意，偷偷的将手帕丢在矿里。当晚，启焕在开车离开时，又撞见一名穿着丝袜女人。这里就是开头的一幕，小编就不再过多讲解。与此同时，希万也遭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。为了逼迫他认罪，2名刑警甚至不让对方睡觉，一旦希万闭上眼睛，就会遭到拳打脚踢以及被冷水泼醒。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下，希万内心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，最终主动承担下所有罪责，并在刻意的引导下完成现场指认。最后，希万被判决死刑。
这起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也终于落下帷幕。而顺英正在启范的坟墓前，可就在他回去的路上，浑然不知启焕正在不远处紧紧的跟随。因为启焕准备将顺英送下去陪启范，但在动手杀人前，甚至想要先侵犯顺英，根本没把顺英当作弟媳来看待。可就在准备下手时，一名小女孩突然出现，才放弃下手。而启焕竟然将目标转移到小女孩身上。与此同时，石英以及2名刑警不仅没有受到调查，反而还因为成功破案获得表彰和升职。可就在他们接受表彰的同时，泰柱从一位老伯口中得知，自己在路过麦田时，意外看见下水道里有具尸体。经过搜寻，泰柱在杂草堆里发现熟悉的丝袜，等低头查看下水道时，果然里面有一具已经死亡多日的女尸。而此刻的石英正在接受嘉奖表彰。泰度再次发现新的受害者，可如果希万真的是连环杀人犯，怎么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受害者？但面对这出现的尸体，又该如何解释？最新悬疑韩剧《稻草人》第8期就此结束。